这可能是到今天为止 ChatGPT 最重要的功能更新了。如果你认为这个新的功能只是给懂技术的程序员使用，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像我们一样完全不懂技术的普通人，借助 Code Interpreter 可以实现原来只有高级程序员才能做到的事情。很快，你的老板又要帮你升职加薪了。看完这期视频，你将会收获到3分钟之内变成图片处理高手，5分钟之内做出像这样可视化的数据报表，10分钟之内分析专业数据，在完全不懂代码的情况下面做到年薪7万美元的数据分析师的工作。免费得到一份集成了150个 prompt 的 Code Interpreter 插件的表格，你可以直接复制粘贴里面的指令，不需要写任何代码，就可以实现以前只有程序员才能做到的工作。我们当然是需要拥有 ChatGPT Plus， 在账号 Setting Beta Feature 把 Code Interpreter 打开，打开了之后，我们切换成新的模式，这里有一个让我们上传文件的地方。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任务开始，让 Code Interpreter 处理图片，把一张图片处理成黑白的形式，很快就处理完成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土面积非常辽阔，风力资源丰富。我们尝试分析美国境内风力发电机的数据。我从 USGS 官网，也就是美国地质调查局下载了一份全美国风力发电机的数据，上传给 AI。请他提供一张美国地图，使用 Google Map 的地图显示所有风力发电机的位置，并且用蓝色点表示。AI 帮我们巴拉巴拉的分析了这个数据表所有的内容。很快他就注意到经纬度这些信息可以生成美国地图，并且告诉我访问不了 Google Map， 自动帮我找了一个 Python 库，能够帮我生成大致的美国地图的轮廓。很快这张图片就生成了，是不是很神奇？从图上很清楚的看到，风力发电机在美国的中部和北部是比较集中的。我们把这个图片下载。原本这些只能由专业数据分析师通过写程序或者使用复杂的公式才可以实现的功能，我们用 Code Interpreter 和 AI 简单的几句对话就完成了。你觉得怎么样？Code Interpreter 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很大的扩展了 ChatGPT 的能力。我正在为大家整理一份表格，里面有数据分析、图片处理、转换文件任务、金融领域分析等等常用的指令，分析程序代码各个领域的 prompt。这个表格里面有150条左右的 prompt， 让你可以快速上手 Code Interpreter。如果你有兴趣，请留言。我需要 Code Interpreter 150个 prompt。我会在留言达到50个以上，把这份表格下载链接放在评论区置顶，免费给大家下载。图片可以变动图吗？我们先来个简单的，把一个特斯拉的 logo 丢给 AI， 让它帮我们做特效。由于我们一开始没有指定动画的效果， AI 问我们要什么效果，我们来个波浪形闪烁吧。这里大概等了30秒。好了，下载来看看，果然是波浪形闪烁。如果我们给它更加具体的指令， AI 可以做出更多更复杂的动图，这个就由你自己去摸索了。如果有好玩的，欢迎给大家分享。我们来玩个高级一些的图片生成视频。前2天我在 Twitter 上发现有个高手做出这样的效果，把一张图片做成5秒的视频，我觉得挺酷的。也没怎么认真看他的帖子，就去研究了，花了半个小时左右做出了一个孙悟空的分身，不过和他的效果还是差得很远。我又用剪映认真研究了他生成的视频的每一帧，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每1秒的后面都有不同的状态。由于 Code Interpreter 有内存空间和储存时间的限制，我自己这个摸索的过程花了几个小时，中途中断了几次，需要把自己之前成功的代码复制给 AI， 让 AI 重新生成视频。结果生成了这样的视频，
和原效果还是差别很大。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个 Twitter 作者的 GitHub 主页上有生成这样的视频的 prompt， 只花了2分钟就生成了和作者一样的效果。我认真再看了一看作者的 prompt， 这是比较专业的程序代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要凭空写出来是有点困难。但是没关系，因为有了 Code Interpreter， 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他这个 prompt 的基础上做出不一样的花样。我把作者的 prompt 上传给 AI， 让它分析原理，然后针对这个 prompt 里面的算法，请提供一些比较炫酷的5种不同的动画方案给我选择。它很快就给我生成了示例，但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我再次告诉他要怎么样处理，这次他给了5个方案给我，我就分别把这些方案使用 Code Interpreter 再次生成孙悟空的视频。这是局部分解的，这是慢速分解的，这是全面分解的，这是随机分解的。如果再深入研究，应该可以玩出更多不同的花样，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试。我把这些可以生成视频的 prompt 也放在这个文件里了，这个文件我正在整理，如果有需要请留言告诉我。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 Kaggle.com 是一个可以免费下载数据和代码的网站，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不少数据。你如果手上没有合适的数据源，又想尽快体验 Code Interpreter 强大的功能，那我推荐你可以从这里下载。我下载了一份2022年 Elon Musk 的 Twitter 的话题，上传给 AI， 请 AI 帮我分析 Elon Musk 提到的最多的10个话题。好， Code Interpreter 就开始分析了。我们可以点开，可以看到 AI 正在自动写代码。很快10个他提到最多的话题就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个结论还是很符合 Elon Musk 的风格的。我们再让 AI 分析10个话题的出现的频率，用图表表示相关性和相对趋势。AI 很快就用柱形图为我们展示了话题的频率。接下来 AI 会自动帮我们从时间维度分析这10个主题，并且用线性图给我们显示出来。当然，线的颜色区分不清楚，我们可以进一步调整。如果你刚刚拿到一份数据，不清楚是什么内容怎么办呢？下面我给你介绍一种快速的方法。我在 Kaggle 上下载了一份有45000条数据的电影数据，由于数据量实在太大，我让 AI 随机选择100项数据，请给我提供10个不同的可视化图表，帮我理解这个数据。很快 AI 就帮我们列出这个数据有哪些内容了。然后 AI 给我们列出10种不同种类的可视化的图表。第一个是电影类型的饼状图，我们很快看出剧情类的电影占比是最大的，喜剧类、惊悚类的电影排名第2。第二个表格是电影预算表，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电影预算都是比较低的。第3个是电影收入的直方图，只有很少部分的电影的收入是比较高的，大部分都比较低。第4个是电影时长箱型图，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电影都在100分钟左右。第5个是电影评分的箱型图，大部分的电影评分都集中在5到7分。第6个是电影语言条形图，我们可以看到英文的电影占了大多数。第7个是状态图，第8个的时候对话断了。第9个是电影时长和平均评分的散点图，通过这个图我们知道时长和平均评分是没有关系的。第10个是电影类型的数量的条形图，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很快知道这个数据库大致是什么内容，然后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继续深挖数据。还是在 Kaggle 上下载数据，我下载了特斯拉2017年至2022年的股票数据，把这个数据上传到 Code Interpreter， 请 AI 帮我们分析全部股价的走势图。很快就生成了一张从2017年到2022年的股票走势图。我们在这个图的基础上
画出周 K 线和月 K 线，很快也生成了。再让 AI 给我们提供一些更进一步的技术分析图，比如我们让 AI 帮我们生成 KDJ 图和 MACD 图。运行了一阵子，检测到系统没有安装这个必要的库， AI 会帮我们寻找替代的方案。这里是直接用 Python 程序帮我们计算 KDJ 和 MACD。这次生成的图形成功了，我们可以下载下来看，进一步的看这个图形。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做更多的分析工作。这个 Code Interpreter 刚出来不久，肯定还有很多玩法的。我这几天一直都在研究，一旦有新的玩法和有价值的内容，我就录视频和大家分享。别忘了关注我，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